对于当前的中美对抗，很多专家人士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对抗越来越激烈的中美局势，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场灾难。可以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都是中美对抗的主导者，而中国一向奉行合作而非对抗的策略，在这场对抗中一度充当的是调停者。但是近期一系列事实证明，中国对美国的劝说忍让，并没让美国有丝毫的清醒，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挑衅的势头。我国专家金灿荣日前表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瞄准中国，并打算扣动扳机。在经济上，美国议员在争吵中推动了遏制中国的决议。据悉，这份决议旨在增加美国的技术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在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崛起。众所周知，中国的崛起同经济强势发展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那么可想而知，在看到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后，一心想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又怎会坐视不管？而除了在经济上的遏制以外，美国更是在军事上加紧了遏制态势。日前，美军新预算大幅削减海空军舰机，与此同时还积极地推进裁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军放弃了在军事上的野心。美军表示，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适应新的太平洋跨岛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将集中精力对付中国。更为险恶的是，削减下来的预算有很大一部分都用来增加核武器等战略利器，以确保美军建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我们知道，碍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一般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是不会使用的。而美军在原有大规模储量的基础上再增加，似乎是在为战争后期毁灭敌人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军四处拉拢盟友，并协同盟友相继对华亮剑，而未来在澳大利亚和韩国将很有可能有新的导弹入驻，对准中国内陆。可见美国已经在为开第一枪做准备了。但是在明确美军如此明显的恶意以后，中国还会继续保持克制吗？我国专家金灿荣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主动出击或许才是唯一的出路。态度的转变很重要，而拥有主动迈出第一步的能力则更为重要。现任布朗大学的高级研究员表示，在如今的中美对抗中，美国很有可能会输掉这场竞赛。不同于以往，现在的中国有能力主动迈出第一步。随着美国挑衅的加剧，不排除中国最终会选择主动迈出第一步的可能性。近日，据日本有关媒体报道，日本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日本拟在小笠原群岛附近增设警戒部队，并将配备移动式雷达等来监视中国海军航母辽宁号在太平洋的活动。未来预计还将在该地增设固定式雷达，以完善对辽宁号的监视。必须要说明的是，小笠原群岛有着比较重要的战略位置。二战期间，美国为了夺取小笠原群岛，还和日军展开了激战。当时美总统的战斗机还在斗争中差点被击落，差点因此丧命。直到1968年，美国才肯把小笠原群岛归还给日本。在美国的岛链群里，小笠原群岛就处在美国第二岛链的关键位置。最重要的是，小笠原群岛还处在太平洋和菲律宾海之间。那么，日本要在小笠原群岛增设警戒部队，部署雷达监控设施，真的如日媒所说，是因为不满辽宁号的出海活动吗？恐怕不单单是这么简单，因为辽宁号的出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日本如果想要监控辽宁号的动向，为什么不早点设立监控呢？而是要挑在这个时间点。况且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甚至快到战争边缘的时候不弄，偏要到现在才弄，这或许是日本为了配合美国限制中国的战略而有的举措。就在上个月，日本防相和美国太空军司令就举行了会谈，日美双方确认了要在太空监控上继续加强。本月，日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还会再次会谈，会谈内容的重点不用多说，一定是中国。中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军事实力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中国海军在2013年首次进入西太平洋远海进行实战训练，中国海军也正是在这一年大规模突破美国的第一岛链。几年后，中国空军也突破了第一岛链。尽管美国在第一岛链仍有不少部署，但实际上已经不像之前一样把中国的海空军限制在第一岛链不能出海了。美国担心自己的海上霸权受到威胁，但是又考虑到第一岛链已经不好限制中国，那就只能在第二岛链上多下功夫。那么在第二岛链的日本小笠原群岛上下功夫，支持日本部署监控设备和警戒部队，就成了美国一个很好的选择。美国虽然也有海外飞地，第二岛链上也有关岛在，但毕竟离中国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监视中国航母的活动没有那么方便。而且如果单单是日本的监控，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日本的军舰实力也不算很强，最后的监控数据应当还是和美国共享，实际上为美国所用。毕竟日本其实并不具有国防自主权，美国在日本还有不少的驻军和军事基地。
随着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在中国周边挑衅行为加剧，对台岛过度插手，辽宁舰在形成战斗力以后，正式开始涉足于西太平洋，时不时在附近海域转悠，也顺带演个习。毕竟总不能光看着美国和其盟友在这样耀武扬威。不过没想到，日本现在真的是胆儿肥了，小动作一日胜过一日，武力威慑更是愈加猛烈。这是想对华开战吗？据日媒爆料，日本防卫省预计在小笠原群岛附近增设机动警戒部队，而该部队将长期配备10名航空自卫队成员以及众多移动式雷达，而这些雷达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中国航母辽宁舰在太平洋的所有动向。好家伙，日本这是要加大挑衅力度。要知道，就在前几天，日本才刚刚通过修改以后的对华法案，明确表示日本自卫队在必要时刻可以对中国开火，两项动作表述到一起，就立即清楚地看清日本这是打算加大武力威慑了。毕竟日本通过的对华法案很明白的就是一个合法合理化，让日本自卫队在钓鱼岛附近巡逻，但是因为这里是中国领土，所以日本就想了一个必要时候可以直接开火的法子。毕竟日本并没有权利主动进攻，而这个必要时候可以做动作的地方可就太多了。所以如今再加上这次打算的增兵监视中国航母，挑起战争的意图可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动作可不仅如此。就最近这段时间来说，日本前不久还在长崎县增加了新的夺岛部队，并且所属部队还是特种行列。所以从诸多事情上看，日本很可能已经开始战备，中国附近海域爆发冲突的危险性更是大大提升。当然，日本的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逃不了美国的关系。近段时间，美国加强在我国周边挑衅力度，还收缩战地，把其他地区撤的军都派遣到我国附近。按照目前进度来说，目前美国驻中国附近的兵力起码已经占据美国所有驻外兵力的1半以上。所以对于美日如今一日胜过一日的武力威慑，中国不仅需要加强警惕，同样要有反制措施，甚至在必要时刻可以率先出击。就像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傅利民所说，如今中国已经又能率先迈出第一步，因为美国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很有可能是一败涂地。而这一步或许是傅利民说的和平解决，也有可能是金灿荣说的武力解决。不过在如今美日频频动向的情况下，只有中国的武力值让美国瑟瑟发抖，才有可能让台海、南海局势和平并且顺利的解决。近期，美国针对中国的意图愈发明显，先是怂恿欧盟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又是派遣军舰横穿台湾海峡，还在制造阴谋论，诬陷中国隐瞒泄露病毒，要求中国为美国60万人的死亡负责，企图将疫情责任推向中国。就在美国目前亚洲唯一航母即将远航去中东之际，还不忘与其盟友日本进行联合演练。据报道，5月26号至29号，美军罗纳德里根号航母与日本伊势号直升机航母在冲绳海域进行了合作战术训练。有了美国等盟友在背后撑腰，日本针对中国的意图大大增加。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准备在太平洋与菲律宾海之间的地区部署机动警戒队，用于侦察监视中国航母的动向。美国联合了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多次的联合军事演习，意图联合起来在亚太地区寻求与中国的对抗。为了拉拢韩国加入，美国还特地修改了关于韩国导弹射程的相关协议，并给予了韩国部分军事指挥权。美国及其盟友们如此肆无忌惮地针对中国，中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5月31号，中国海事局网站发布了几则信息，非常引人关注。连云港海事局发布警告，6月1号至2号在黄海部分地区进行实弹射击，该地区禁止驶入。黄海南部6月1号至13号部分地区将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山东海事局发布警告，渤海地区6月6号、6月7号、6月8号将在部分地区进行实弹射击，该地区禁止驶入。浙江海事局发布警告，东海6月2号在部分水域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该地区禁止驶入。这次中国在东海、黄海和渤海3大海域同时进行实弹演习，是对付美国及其盟友的极好的回应，证明了中国不是软柿子，不是他国可以随意拿捏的对象。虽千万人吾往矣，纵然是多国围堵挑衅，中国却敢于亮剑回应。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利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来试图孤立中国和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在全球施展的那套霸权手段，在中国人这里是无效的。中国人民虽然爱好和平，但是不代表中国人民是好欺负的。美国及其盟友要注意的是，一旦越过了界，那么就要准备好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款待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家利益和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而最近就有外人暗中偷拍我国003航母的建造情况。事情最开始是在6月1号，当时国外社交媒体推特上有一个疑似香港用户的账号爆料，中国下一代航母003型的建造工作已经大体成型，航母舰体中后半段的外形已经清晰可见，船尾外漂也已完成，随即还附上了一系列图片作为佐证。从这些航拍图和近景图中可以看到，003的甲板上仍然开了2个很大的口子，这很可能是用于安装动力系统的。此外，在003的周边还散落安置着几个大型构件，有外界猜测，这些大型构件会是舰岛上的一些动力系统和舰首部位的零部件，正在等待被安装。当然，围绕到底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这个问题，在过往很多003相关文章中已经被争执多次，这里不再做过多描述。目前普遍共识的情况是，003为常规动力，但具有电磁弹射，而004则很大可能会是我国第1艘核动力航母。不过，此前有好事者用卫星图片的比例对照003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下一代航母的甲板长度达到了329米左右，宽度在87米，全长335米，主甲板宽46米，外漂在20米左右。而这种数据猜测是真的，那么就已经与美国福特级航母的尺寸相当。未来是否会按照核动力以保证足够的机动能力，还真不好说。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关于我国新一代航母的建造工作可以说算得上是机密消息，然而相关图片却出现在外网的社交媒体上，也就是说，我军003航母的建造状况是遭到了有心人士故意在外网泄密的，而这些流传出来的图片也可以说得上是偷拍图片了。不过，对于图片上的偷拍或者航拍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毕竟航母已经不是初期建造，整个体积已经成型，几万吨的大家伙，再怎么遮也遮挡不住有心人在周边以闲逛的方式进行偷拍。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国际形势紧张，为了保护我国来之不易的多年发展成果，我军国防建设正在明显提速。这一点不光体现在海军的各类船只建造项目上，陆军方面的火力系统也得到了加强。前不久，我国官方还透露，我军第80集团军某部在渤海湾地区进行了远火集团对海上移动目标打击。可以说，我国基于国际形势判断，已经在进行多方位的战争准备。